众人皆知各将军地狱48小时，但可知巅峰赛罗地狱336小时，而且是一不留神就会丧命的极限战斗。而他的对手竟是奥特五兄弟。同时，本部剧场版作为贝利亚银河帝国的前传，非常透彻地将多元宇宙清晰讲解，为后作很好地做了铺垫。赛罗外传，赛罗 vs 黑暗洛普斯，巅峰赛罗的极限之战。ZEP宇宙基地收到了一道微弱的求救信号，雷蒙和日向船长刚抵达信号区域附近，在前方竟有一个宇宙歪曲，而它拥有着强大的引力，如同抽水马桶般吸引着周围的物体，任凭盘龙号开足马力也无法挣脱，最终被吸入其中。而当两人醒来之时，不仅坐标无法显示，甚至连时间也停止了流动，并且在外太空竟有无数的宇宙歪曲存在。就在两人惊讶之余，屏幕上的求救信号愈发强烈，而令两人更吃惊的是，发送的源头居然是盘龙号自己发送给自己。雷蒙一脸不可置信，不过在确认发射源正是前方的星球之时，两人立刻前往一探究竟。可当飞船刚抵达之时，迎面竟飞来了赛罗以及追击的几位奥特曼。两人甚至来不及多想，发现雷达上又有2个不明物体朝着飞船快速袭来。定睛一看，居然是2只机械巨手。为了摆脱巨手的追击，盘龙号在空中闪转腾挪，但依然无法彻底摆脱。而就在此时，一发导弹急速袭来，爆炸之下也帮助盘龙号逃脱了魔爪。随着盘龙号的紧急迫降，雷蒙日向两人终于安全落地。于是两人循着求救信号找到了发射源，可没想到竟是已经坠毁的盘龙号。惊讶之余，还发现了幸存的一位队员。在两人靠近之后，熊野也十分震惊地望着日向船长。然而话刚说完，熊野身上发出一阵光芒，在挣扎之下再次倒在了地上。此时，身后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，竟是负伤的日向船长。此前也正是他用导弹救下了盘龙号。雷蒙惊叹着2个船长竟同时存在。随后，负伤的日向船长便告知两人，而这便是赛罗地狱336小时的由来。同时，此颗星球的秘密也将揭晓。宇宙人萨洛梅将此颗星球改造成了实验基地，并且在多次元宇宙中打开了漏洞，因此不同次元中相同的盘龙号相同的队员在此处相遇。而且萨洛梅星人就像赛文中制造机械赛文一样，将奥特五兄弟全都1比1复刻，而且每个机械体战力惊人。赛罗发现后，在此和盘龙号已经与机械奥特五兄弟大战了14天，并且已经将佐菲以及杰克击败。但是其他次元的外来生命体都是不属于这里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外来生命体会因无法适应这个空间，都会被排异出去。加上熊野的消失，只剩负伤的日向船长以及潜入进实验基地的雷蒙。然而说啥来啥，日向船长的身体也将消失。他在最后时刻拜托时空同位体的自己，可就在此时，竟有一颗炮弹袭来。紧接着，无数的炮弹全都倾泻而来，雷蒙立刻召唤哥莫拉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随着对方的现身，竟然是被改造后的机械哥莫拉。只见机械哥莫拉无数导弹和射线齐射而出，直接将哥莫拉击倒在地。而哥莫拉也不甘示弱，起身后立刻向其攻去。然而，机械哥莫拉的防御力极高，不仅无伤扛下了哥莫拉的层层攻击，并且凭空挡下了超震动波，直接把哥总干 emo 了。而机械哥莫拉反手一个超震动波，打得哥总几乎丧失了战力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天空中赛罗及时赶到，一脚直接踹翻了机械哥莫拉。重伤的哥总也被雷蒙收入格斗仪中，而赛罗与机械哥莫拉的战斗也同时打响。虽然机械哥莫拉的防御力极高，但巅峰赛罗依然打得其频频破防，甚至直接劈断了机械哥莫拉的一只头角。此时的萨洛梅星人眼看要落败，准备启动休眠中的几乎与赛罗一模一样的黑暗洛普斯，而他便是贝利亚银河帝国军团的实验品，拥有次元穿梭能力，但实验失败，在宇宙中休眠漂浮，被萨洛梅星人捕获，并用科技将其唤醒，同时将它改造成听令的兵器。不过为了防止其失控，特意给他装备上了限制装甲。在准备就绪后，黑暗洛普斯一飞冲天，而赛罗与机械哥莫拉的战斗也迎来尾声。
赛罗祭出头镖，一脚扫堂腿将其击射而出，在切断机械飞爪的同时，直接将机械哥莫拉重创。然而赛罗刚要发射光线结束战斗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朝上望去，正是黑暗洛普斯，而其裆部士人俨然是对赛罗的蔑视。赛罗愤怒之下，立刻朝其飞踢而去，在两者佛山无影脚的攻势之下，直接将战场踢到了外太空。随后两股能量在激烈碰撞后，赛罗不慎被抓住空档，硬生生被黑暗洛普斯从外太空击落地面。与此同时，雷蒙召唤出利特拉，准备攻击萨洛梅的实验基地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实验基地竟有屏障保护，任凭利特拉如何攻击都无法破防。可机械哥莫拉尚存战力，几发震动波终于命中利特拉。利特拉重伤之下回到战斗仪之中，而雷蒙也不知去向。此时赛罗面对黑暗洛普斯拳拳到肉的攻击，并未败下阵来，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攻势下，依然不分胜负。然而黑暗洛普斯竟自己将限制装甲击碎，战力也全部释放，露出的模样也令赛罗大吃一惊，竟与自己如此相似。双方再次展开较量，并同时祭出头镖冲向对方。然而黑暗洛普斯依靠自身高速旋转，在双方激烈的冲击下，直接将赛罗的头镖击飞出外太空。赛罗再次奇差一招，重重摔落地面，这也令萨洛梅星人兴奋不已。殊不知这也会令他们自食恶果。此时另外3个机械奥特兄弟也回到这里，让原本不利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。赛罗只能强硬应战，虽然刚经历过一场大战，但依然通过招式将机械艾斯以及初代打退。可就在与机械赛文僵持中时，黑暗洛普斯早已伺机而动，他打开胸口的次元核心能量炮，对准战场一炮而去，威力之大，直接卷起了次元龙卷风，将赛罗与机械兄弟全部卷入次元缝隙之中。赛罗凭借一己之力几乎无法逃离。然而此时最重要的还是面对机械奥特兄弟的围攻，同时雷蒙也已被囚禁于实验基地。不过此前早已潜入进来的另一个雷蒙感应到了另一个自己的存在，直接闯入了这里，并且将雷蒙救下。然而与雷蒙不同的是，这个同位体还不能控制雷奥尼克斯之血，并且需要保持雷变身状态才能延缓自己的消失。雷蒙见状，就像日向船长一样给了一拳上去，而这一拳终于将暴走的同位体恢复正常状态。而日向船长也终于找到了雷蒙的格斗仪，并且通过利特拉坠落时撞毁的实验基地入口进入其中。可当雷蒙两人进入实验大厅时，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没想到萨洛梅星人早已制造了几十个机械奥特曼。此时萨洛梅星人海洛蒂亚缓缓转过身，两位小弟也突然出现，将雷蒙两人控制住。而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黑暗洛普斯的次元核心，将制造的机械奥特兄弟送往其他次元宇宙，来完成自己的侵略计划。随着次元能量的传输，将开始进行次元传送。就在此时，日向船长出现，随后日向船长将格斗仪向下扔下，雷蒙心领神会一跃而起，歌种应声出现，在雷蒙的指令下，歌种直接将眼前传送的奥特兄弟破坏。为了阻止哥莫拉，海洛蒂亚也再次启动修复完成的机械哥莫拉，两个哥莫拉再次迎来 battle， 但两者巨大的动静直接造成了实验基地的损坏。海洛蒂亚还想修复基地，殊不知背后一只巨手袭来，直接将海洛蒂亚抓入手中。黑暗洛普斯竟自行启动，并且毫不犹豫发射2道激光，直接破坏了几十个机械奥特兄弟，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意识。思い上がる人、命などという儚いものにすがる貴様たち、俺が支配できると思っていたのか。这直接震惊了海洛蒂亚，绝望之下也松开了最后的求生希望。随着黑暗洛普斯的离开，萨洛梅星人的实验基地毁灭在火海之中。此时黑暗洛普斯来到机械哥莫拉面前，利用光线篡改了他的程序，重新将矛头对准了哥莫拉。哥莫拉的处境不容乐观，而此刻在次元裂缝中的赛罗也腹背受敌。在终于击杀机械艾斯后，还有机械赛文以及初代的双重威胁。可赛罗经过这么久的战斗，也几乎到了穷途末路，在奋力抵抗之下，最终还是被抵住了脖梗。就在机械赛文要解决赛罗之际，只见一道飞镖袭来，没想到是赛罗的头镖，迎声望去，竟然是赛罗的师傅雷欧。虽然雷欧在宇宙中找到了赛罗的头镖，可咱也不知道雷欧是怎么进入这次元裂缝的。随后雷欧与赛罗并肩作战，稳稳将机械赛文以及初代压制，在互相飞踢配合下，终于将2个机械奥特曼击翻在地。为了逃出次元裂缝，雷欧带着赛罗使用双重风暴，在双重光线的攻击下，不仅将机械赛文和初代彻底摧毁，并且将次元漩涡打出一道裂缝。赛罗立马直冲而去，就在哥莫拉即将战败之际，天空中一道裂缝碎裂，
只见赛罗一脚飞踢袭来，直接将黑暗洛普斯踹翻在地。赛罗强势归来，在2个雷蒙的加持下，哥莫拉也再次站起，战局也演变成2对2。此时的赛罗气势十足，面对黑暗洛普斯的再次攻击，也有了应对之策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赛罗几乎压制了黑暗洛普斯，而哥莫拉在2个雷蒙的加持下也越战越勇，一个凌空扫尾就将机械哥莫拉重创，随后再次施展超震动波，在光线冲击下，机械哥莫拉终于被摧毁。同时，另一个雷蒙在同位体的帮助下，也终于克服了雷奥尼克斯之血，在与雷蒙告别之后，也从这颗星球上消失了。而赛罗与黑暗洛普斯的战斗也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，赛罗熊熊的怒火直接干碎了黑暗洛普斯的头标，于是破防的他再次飞到空中，准备再次发射次元核心能量炮。就在其蓄力之际，赛罗祭出双重剑，迎着黑暗洛普斯急速飞去。一招等离子火花斩，将还在蓄力的黑暗洛普斯斩落马下，但黑暗洛普斯并未彻底倒下，他准备引爆自身来一个同归于尽。虽然在爆炸前赛罗与盘龙号及时逃离，但是强大的次元能量竟直接将赛罗等人淹没在光芒之中。可当雷蒙再次醒来之时，竟回到了最初的时间，回到了被时空歪曲吸收之前。两人甚至还以为是一场梦，但另一艘盘龙号的安全讯息再次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。此时眼前的时空歪曲也彻底消失，多次元宇宙的危机也终于解除。赛罗望着离去的盘龙号，殊不知等待他的是命运的安排，与贝利亚银河帝国的宿命之战。